末世降临，我是队里唯一的骑墙物，只要我穿着漂亮裙子站在那儿，方圆10里的丧尸都不敢靠近。队长和队友们把我捧在手心里，生怕我磕着碰着。直到队里救回来一个大义凛然的女教官，她一来就看不惯我吃最好的罐头，睡最软的床，满嘴都是人人平等，不养闲人。丧尸潮来袭，大家都在构筑防线，我在一旁喝奶茶压惊。女教官冲上来一把打翻我的奶茶，拽着我的头发往尸潮里推。命，凭什么你搞特殊？既然是异能者，就给我去前线！我跌坐在泥水里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姐姐，我怕疼，而且我的异能是不用动手的。借口，你就是个贪生怕死没断奶的废物！他一脚把我踹出安全区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一只军靴狠狠踹在腰窝上，整个人飞了出去。我被摔进基地外的泥水潭，蕾丝裙被浸透，膝盖磕在碎石上。我护住手里仅剩的半杯焦糖奶茶，一只硬底军靴踩了下来，啪，杯子炸开，奶茶溅了一脸。呵，我看你就是个笑话。铁圣男穿着迷彩背心，一把抓起我的头发，强迫我仰起头。看清楚了吗？那才是现实，不是你的过家家酒。视线被迫撞上那片蠕动的尸潮，他们离安全区只有不到500米。沈慈说过，我是神明遗落在人间的最后一点捷径，异能是圣域，只要保持心情愉悦，就能撑起一片绝对安全的领域。可现在我浑身是泥，裙子破了，那群丧尸嗅到味道，齐刷刷转过灰白眼珠。吼！低沉的嘶吼声此起彼伏，我不受控制的发抖。姐姐，我不行，我的异能不是战斗型的。沈慈，别拿队长压我！铁圣男一把将我拽起来，往尸潮方向推了一把。还敢撒谎？什么不能脏？我看你就是娇生惯养，贪生怕死。今天我就要让你见见血，去杀一只丧尸给我看！我踉跄冲出铁丝网大门，脚下一滑摔倒，离最近的丧尸不到50米。那是一只缺了半个脑袋的西装男丧尸，歪着头，喉咙里发出咯咯声。他一步步朝我挪过来，我闭上眼，双手抱住头，1秒、2秒，预想中的疼痛没有传来，周围反而诡异的安静下来。我颤巍巍睁开眼，西装男丧尸停在10米远的地方，浑身僵硬，不敢动弹。虽然裙子脏了，但我体内残存的圣域气息还在，他们不敢动我。大家都看见了吗？这群丧尸根本就是些蠢货。铁圣男大步流星走过来，一把揪住我的后领往回拖。我就说你是装的，这丧尸明明弱的掉渣，你还吓成这样。我拼命挣扎，指甲抠进泥土。不是的，是因为我在，他们才不敢动。你放开我，我要去洗澡换衣服，不然光环会消失的。还洗澡？铁圣男猛地一收手，将我摔在基地的水泥广场上。幸存者们端着碗围了过来。以前有沈慈压着没人敢说，现在那股嫉妒压不住了。大家都听听。铁圣男踩在一块石头上，指着灰头土脸的我。这就是你们供养的吉祥物，刚才扔到丧尸脸上，丧尸理都不理，说明外面的丧尸根本没那么可怕，是我们被他骗了。他就是利用你们的恐惧，编造谎言，骗吃骗喝。这种寄生虫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人群里开始窃窃私语。是啊，刚才我也看见了，丧尸好像确实没动。难道我们以前真的被骗了？根本没有什么光环。老子上次为了给他找一瓶洗发水，差点被咬断腿。我摇着头想解释，嗓子干涩的发不出声音。不是的。还在狡辩。铁圣男冷笑一声，抽出匕首，一步步逼近。既然你这么喜欢漂亮，喜欢干净，那我就帮你改改这个臭毛病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往后缩，铁圣男一把抓住我裙角，蕾丝裙摆被铁圣男手中的匕首割开。不要，这是沈慈送我的。我尖叫着扑上去，想抢回裙子。这不仅仅是一件衣服，这是我的异能媒介，是我唯一的安全感来源。铁圣男反手一巴掌抽在我脸上。沈慈，你离了男人就活不下去是吗？铁圣男厌恶地看着我。现在是末世，能活下来的只能是战士，不是你这种女人。他手起刀落，呲啦几声，原本蓬松华丽的裙子瞬间变成了满地碎布条。寒风灌进来，我只剩下一件单薄的吊带底衣，羞耻感比寒冷更难忍受。周围传来几声口哨和哄笑，男人的目光在我露出的皮肤上打转。看什么看？铁圣男回头吼了一声，随即踢过来一团黑乎乎的东西，一套满是油污和血迹的迷彩作训服，领口沾着腐肉，散发着尸臭。穿上，这是昨天刚死的老李身上的。我看着那团衣服，胃里一阵痉挛。我是有洁癖的，这是异能的根本。如果穿上这种衣服，沾染了死气，圣域就会彻底被污染。我不穿，求求你，给我找件干净的。我哭着哀求。干净？这里哪有？铁圣男直接上手，强行把脏衣服往我头上套。别脸不要脸是吧？既然不想穿，那你就光着。粗糙的手指在我皮肤上勒出一道道红痕，带着死气的衣服被硬生生套在我身上。那一瞬间，我清晰感觉到身体里那股力量熄灭了，世界变得阴冷。轰隆，天空泛起一层诡异的暗红色，围墙上的警报灯发出微弱的滋滋声。我看了一眼那个方向，心跳骤停，那是异能崩坏的警告，尸潮要反扑了。听到了吗？我抓住铁圣男裤脚，外面不对劲，快让大家撤回防空洞。铁圣男一脚把我踢开，抬头看了一眼天，哼了一声。少谣言惑众，那是打雷。怎么，你连雷声都怕？他转身看向人群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所谓的吉祥物，一点风吹草动就吓得屁滚尿流。从今天起，只有幸存者编号9527。既然吃了大家的粮道，就得干大家的活。铁圣男指着医疗帐篷，那是隔离区域，堆了几百件前线的血衣，你去洗，洗不完没饭吃。人群里爆发出一阵叫好声，只有一个穿着油渍围裙的老王头挤出来。雷教官，使不得啊！老王头跪在地上磕头。
这女娃娃皮肉嫩，那隔离区的衣服带毒啊，碰到伤口会变异的。您要是缺人手，老头子我去洗。老不死的，这里轮得到你说话？铁圣男走到老王头面前，俯视着他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当烂好人，这么心疼他，铁圣男抬起一脚，直接踩断了老王头的小腿。啊！老王头抱着腿在地上打滚，冷汗浸透了衣衫。王伯伯，我冲过去想扶起他，却被铁圣男揪着头发提起来。这就是违抗我的下场。还有谁想替他求情的？全场死寂，没人敢动。铁圣男把脸凑到我面前，低声道：“看见了吗？是你害了他，是你害了他断了腿，这就是弱者的原罪。杀人诛心。”我恨你，我咬牙死盯着他。你会后悔的，你会付出代价。我耳朵嗡嗡作响。把他给我扔出去！铁圣男指着地上呻吟的老王头。基地不养闲人。不要！我死死抱住老王头。他是厨师，还能做饭，你不能这么做。做饭只要有手，谁不会做？铁圣男一挥手，两个壮汉面无表情地架起老王头往大门口拖去。女娃娃活下去，一定要活下去啊！老王头回头看着我，老泪纵横。那一刻，我心里的弦彻底断了，感觉不到痛，也感觉不到恐惧，只有一股恨意在身体里蔓延。既然你们不需要圣域，那就一起下地狱吧。基地外1公里，一只长满黑色鳞片的巨型怪物从地下钻了出来。他嗅了嗅空气中快要消散的圣洁气息，一股怨恨的血腥味弥漫开来。隔离区的水房弥漫着消毒水和血腥气，面前的铁皮盆里泡着几十件血衣，水已经变成黑红色，漂浮着油脂。我的手已经麻木，高浓度消毒液加湿毒侵蚀，双手布满红疹水泡。但我机械地搓洗着，脑海里只有老王头被扔出基地前那绝望的一眼。9527，动作快点！门口看守的卫兵用枪托敲铁门。这卫兵以前还送过我野花，现在看着我的眼神只有厌恶。铁圣男告诉所有人，如果衣服洗不完，今天所有人的晚饭减半。他是懂怎么利用人性的，把我变成了众矢之的。还有最后2件。我低头继续搓洗，突然地面猛地震动，台子上的洗衣粉盒子掉在地上摔粉碎。地震了！卫兵疑惑地往外看，轰！又是一声巨响，能听到墙壁开裂的声音。紧接着凄厉的1级战备警报声炸响，我跌跌撞撞站起来，又摔在脏水里。我知道他来了，那个被圣域压制了3年的狮王。我扶着墙挪到窗口，透过玻璃看到基地围墙缺了一个巨大的口子，数以万计的丧尸正踩着同类尸体翻越围墙，最前方是一只身高3米的暴君，他每一击都能带走一条生命，惨叫、枪炮、哭喊声瞬间炸开。刚才嘲笑我的那些人此刻四处乱窜。救命啊！丧尸进来了！为什么会这样？他们怎么变得这么快？守不住了，快跑啊！我看着这场景，忍不住笑出声，笑得眼泪流出来。这就是你们要的。水房门被踹开，铁圣男冲了进来，左臂流血，眼神疯狂。他冲到我面前，一把掐住我的脖子，提起来。是你干的，对不对？是你把他们引来的。丧尸怎么会突然变强？一定是你动了手脚。我缺氧脸涨红，双脚乱蹬，挤出一句话：我说过，我是祥瑞。去你的祥瑞！铁圣男把我摔在地上，拖着往外走。既然是你引来的，那你就去负责把他们引走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拼命抓到地面，指甲翻起。干什么？铁圣男回头露出笑容。我要把你挂在旗杆上。丧尸不是喜欢吃肉吗？只要他们忙着吃你，我们就有时间撤退。这是你这辈子能做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了，为集体牺牲。他拖着我穿过混乱的人群。雷教官，这能行吗？有人犹豫地问。闭嘴！想活命就听我的。用他1条命换几百条命，值不值？周围的人眼神闪烁，最后选择了沉默，甚至有人上来帮忙按住我。对不起啊，妹子，我们也想活，你就当做善事了吧。我看着一张张麻木扭曲的脸，心里最后一丝温度冷却。这就是我拼命保护了3年的人类吗？真恶心。我被拖到了基地瞭望塔下，铁圣男找来一根粗麻绳缠在我身上，绳子勒进肉里，绞盘转动，我的身体缓缓升空，狂风吹得我摇摇欲坠。底下是无数双伸向天空的腐烂手掌，暴君兴奋地捶打胸口。我悬在半空，眼泪流干，看着远处染红的天空，心里只剩一个念头：沈慈，你在哪？你说过会保护我的。大家快看，丧尸真的被他吸引了，趁现在攻击！下面传来铁圣男的叫喊，他在狂笑，即使基地尸横遍野，他依然觉得自己是英雄。地平线尽头亮起一道刺眼的光芒，那是高能粒子炮发射时的蓝光。轰！围攻大门的暴君脑袋瞬间炸开，庞大身躯轰然倒塌。紧接着，一辆赶装越野车咆哮着撞飞了沿途所有的丧尸，冲进了基地。车顶的重机枪疯狂喷吐火舌，那是压倒性的屠杀。车子一个甩尾停在瞭望塔下，车门被踹飞。一个穿黑色风衣的男人走下来，提着还在滴血的长刀，是沈慈，他回来了。全场死寂，连丧尸似乎都被这男人的杀气震慑，动作慢了一拍。沈队！铁圣男手一抖，看着男人喉咙干涩，他挤出僵硬的笑容，指着半空中的我邀功。沈队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我发现这个女人是内奸，她把丧尸引来了，我正准备处决她。沈慈没有看他，而是缓缓抬头看着挂在旗杆上浑身脏污奄奄一息的我。那一刻，
我看到这个面对千万尸潮都面不改色的铁血兵王，眼眶瞬间红了，他浑身颤抖，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铁圣男的声音发抖，匕首当啷一声掉在地上。沈慈没有理他，更没看他一眼，他仰着头盯着旗杆顶端在风中摇晃的身影。不要死！他扔下长刀，不顾一切的徒手攀上旗杆，动作慌乱，手掌被粗糙铁杆磨得血肉模糊，也毫无知觉。沈慈，你疯了吗？丧尸还在进攻，我是为了基地才处决这个废物的。你作为队长，难道要为了一个女人置大家的生死于不顾？闭嘴！这一声吼是站在越野车顶机枪位上的副队长老黑。老黑一脸惨白，端着枪的手哆嗦，他看着铁圣男的眼神满是绝望。你这个蠢货，你根本不知道你干了什么。你以为我们为什么要把他当祖宗一样供着？你以为沈队为什么要拼了命给他找裙子、找奶茶？是因为爱吗？是因为他在镇压着地狱啊！嘣！旗杆顶端的绳索被沈慈割断，他凌空接住了坠落的我。沈慈用后背狠狠砸向地面。可沈慈吐出一口血，第一时间伸手探向我的鼻息，他整个人僵住了，随即一声哀嚎从他喉咙深处爆发出来。啊！铁圣男被这气势吓退半步，强撑着冷笑：至于吗？不就是死了个女人？他没死。沈慈缓缓抬起头，他的眼睛变成了暗红色，他怀里紧紧抱着满身污泥的我。弹锁断了。什么锁？铁圣男一愣，沈慈没有回答，他露出一个扭曲的笑容，眼神冷漠。雷教官，你不是崇尚弱肉强食吗？你不是说末世不养闲人，只留强者吗？沈慈替我擦去脸上的泥水，动作轻柔。恭喜你，你亲手放出了这个世界上最强的怪物。喧嚣的战场突然寂静，正在撕咬幸存者的丧尸停住了，那只爬进缺口的舔食者僵在半空，连风都停了。咯咯咯咯，离得最近的一只丧尸双膝一软，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紧接着扑通扑通，成千上万的丧尸，无论暴君还是爬行者，全部朝着旗杆的方向重重下跪，他们的头颅深深埋进土里，瑟瑟发抖，发出沉浮的呜咽。铁圣男瞪大了眼睛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不科学！我是唯物主义者。他语无伦次的后退，却发现自己的腿软得迈不开步子。沈慈抱着我缓缓站起身，此时的我闭着眼，满身伤痕，但身上的气息变了，曾经的温和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令人窒息的威严。所有人立刻跪下，不想死的把头低下去，别看他的眼睛。沈慈突然爆发出一声暴喝，幸存者们听到命令，下意识地趴在地上发抖，只有铁圣男还愣着，装神弄鬼，我不信！他咬着牙，举起手枪对准沈慈，把他放下，这肯定是某种控制丧尸的邪术，杀了他就能解开。砰！枪响了，但子弹没有打中沈慈。在子弹距离我们3米的地方，一只手凭空出现，是丧尸领主。刚才那只被粒子炮轰碎了半个脑袋的暴君瞬移到了我们面前，他用巨大的利爪硬生生抓住了高速飞行的子弹。吼！暴君转过头，独眼死死盯着铁圣男，那眼神里只有暴怒。怎么会？铁圣男彻底崩溃了。丧尸在保护我们。沈慈看着他，终于说出了那个被尘封3年的最高机密。你以为末世的解药是什么？沈慈的声音很冷，根本没有解药，她是0号，她是所有丧尸病毒的母体，是这个新世界的女王。全场哗然，趴在地上的幸存者们惊恐地抬起头，看着那个被他们辱骂过的女孩。她是丧尸女王。3年前病毒爆发，她是第一个感染者。沈慈一边说着，一边撕下衣袖，包扎我手腕上的勒痕。但她也是唯一一个完美进化者，她保留了人类的意识、人类的情感，还有人类的道德。只要她还是个人，只要她还觉得自己是个需要被保护的小女孩，只要她还沉浸在爱和美好里，她散发的脑电波就是安抚全种族的摇篮曲。这就是所谓的圣域。我用了3年时间，给她穿最好的裙子，给她喝最甜的奶茶，把她宠成一个不知世事的小公主，就是为了让她忘记自己是个怪物，就是为了压制住她体内那个足以毁灭世界的暴君人格。可是你们……沈慈指着周围那些瑟瑟发抖的幸存者，指着满脸惊恐的铁圣男，你们毁了她的裙子，打翻了她的奶茶，把她踩在泥里，告诉她这就是残酷的现实。你们亲手叫醒了她，现在你们满意了？那些曾经抱怨我搞特殊的人，此刻追悔莫及。原来那不是特权，那是关押恶魔的封印。他们不是在养一个闲人，他们是在供奉唯一能让他们活下去的神。不，这不是真的。铁圣男还在垂死挣扎，他摇着头，满脸不可置信。这一定是你们编的故事。如果他这么强，为什么刚才不反抗？为什么让我打？沈慈看着怀里还在微微抽搐的我，眼眶湿润。因为他怕自己一动手就收不住，他怕自己一还手就会把这里所有人都撕成碎片。沈慈深吸一口气，语气变得森然。直到最后被挂上旗杆，他都在忍，为了你们这群杂碎。但现在他忍不了了，因为他哭了。话音刚落，
我缓缓睁开了眼睛，瞳孔已经完全变成了纯粹的金色树瞳，冷漠高贵，没有任何人类的情感，只有对这个世界无尽的蔑视。好吵！我轻轻开口，数万只丧尸齐齐发出了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，哼！声浪滚滚，震得基地玻璃全部碎裂。他醒了。沈慈退后一步，单膝跪地，低下头颅。这是臣服，也是告别，告别那个爱喝奶茶、爱撒娇的小女孩，迎接着末世真正的主宰。我从沈慈怀里站起来，低头看了看身上脏污的作训服，又看了看满是血污和泥浆的双手，眉头微微皱起。脏，仅仅是一个字。离我最近的一排丧尸毫无征兆地举起利爪，抓向自己的喉咙。噗嗤，他们当场自裁，倒在地上。鬼啊！饶命啊！女王饶命！我们也只是听雷教官的命令啊！我有眼无珠，我有罪。幸存者们把头磕得砰砰响。我没有理会他们，我的目光穿过人群，落在铁圣男身上。他还站着，虽然腿在发抖，但那股傲慢和偏执让他无法接受这个现实。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他颤声问道。我歪了歪头，树丛里倒映出他的模样。你不是说我是温室里的花朵吗？我抬起脚，一步步朝他走去。我每走一步，周围的丧尸就自动让开一条路，他们用身体铺出一条路。你不是说要让我见见血吗？你不是说这就是现实吗？我走到他面前，距离他只有不到半米。铁圣男脸色涨成了猪肝色。现在我让你看看，什么是真正的现实。我缓缓抬起右手，那只刚才被他用来擦过泥巴的手，我打了一个响指。哼！基地外围那无边无际的尸潮动了，他们没有冲进来杀戮，而是排列整齐，开始拆迁。几分钟内，基地的围墙在尸潮冲击下崩塌了，所有的防御工事，所有的安全区瞬间化为乌有，天地间只剩下一片废墟和几百个赤裸裸暴露在尸潮面前的人类。铁圣男看着四周，外面是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头的丧尸海洋，那一双双灰白色的眼睛此刻正贪婪地盯着他们。这才是没有我庇护的世界。我淡淡地说道。你说的人人平等，在他们眼里确实很平等，因为都是肉。我转过身，轻轻挥了挥手。沈慈，带上老王头，我们走。沈慈立刻起身，冲向那个被扔在垃圾堆里的老厨师。他背起昏迷的老人，紧紧跟在我身后。等等，你不能走！铁圣男疯了，他终于意识到，如果没有我，这几百号人活不过1秒钟。他冲上来想抓我。你不能这么自私，你是人类，你有义务保护我们。刚才是我不对，我道歉行了吧？你快让这些怪物退下！他声嘶力竭地吼着，试图用道德绑架来挽回局面。义务？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他，眼神冷漠。当你剪碎我的裙子时，怎么不谈义务？当你把我挂在旗杆上祭旗时，怎么不谈保护？当你把我当成异类排挤时，怎么不谈人类？我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。雷教官，末世不需要温室花朵，所以请你展示一下，作为一个强者，该如何在荒野里活下去。我打了个哈欠。饿了。哦，一直强忍着食欲的丧尸大军彻底沸腾了。这一次没有我的压制，他们展现出了原始的兽性。尸潮瞬间淹没了幸存者，惨叫声、撕裂声、咀嚼声。不，我是异能者，我有力量，滚开，滚开呀！铁圣男挥舞着匕首砍杀扑上来的丧尸。他是力量系异能者，一拳能打爆丧尸的头，一刀能砍断丧尸的脖子，可是没用。丧尸太多了，杀了一只，扑上来10只。他们不怕痛，不怕死，哪怕只剩半个身子，也要爬过来咬下一块肉。救我！9527，救我！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给你当狗！救我！铁圣男终于崩溃了，他被一只爬行者扑倒在地，大腿被撕下一大块肉。他哭喊着向我伸出手，满脸的血污和眼泪混在一起，再也没有了刚才那种不可一世的傲气。我站在不远处的高坡上，静静地看着，一圈暴君围拢，替我挡住血腥与灰尘。沈慈拿出一瓶珍藏的矿泉水，拧开盖子递给我，喝口水吧。我接过水，喝了一口。沈慈，他还没够忠诚。铁圣男的挣扎持续了10分钟，这10分钟里，他亲眼看着团队被丧尸撕成碎片，看着那些被他煽动起来反对我的幸存者沦为食物，最后他只剩下了半截身子。他还没死，他趴在地上，眼神涣散地看着我。喂，什么？他嘴里吐着血泡，还在问。明明我才是正确的，末世不该这么安逸。我叹了口气。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我走到他面前，蹲下身。这一次我没有嫌脏，我伸手轻轻按在他的额头上。因为我看你不爽。金色的光芒在我掌心炸裂，精神风暴，不是控制，而是摧毁。啊！铁圣男发出了最后一声惨叫，他的脑海里被强行灌入了成千上万只丧尸的记忆，饥饿、痛苦、腐烂、绝望，
他体验了数万次死亡的感觉。我没有让丧尸把所有人吃光。老王头醒了，腿虽然断了，但他看着我的眼神依然慈祥。还有那个卫兵，他在最后一刻曾试图阻拦铁圣男把我挂上去，我保下了他们，以及另外几十个在铁圣男施暴时不敢看或者流泪的人。至于那些起哄动手帮忙的人，已经变成了丧尸的排泄物。天亮的时候，我坐在废墟之上，一只暴君丧尸趴在地上充当我的王座，沈慈站在我身边。沈慈，嗯，我的裙子没了。我看着自己身上破烂的作训服，还有灰扑扑的皮肤，沈慈笑了笑。他转身从越野车后备箱拿出一个金属箱子，打开，里面是一件暗红色的哥特短裙，裙摆绣着荆棘花纹。我知道这天早晚会来，沈慈单膝跪地，将裙子捧到我面前。所以我早就准备好了这件白色的公主裙脏了，那就换红色的女王袍吧。所以我早就准备好了这件白色的公主裙脏了，那就换红色的女王袍吧。我看着那件裙子，数瞳闪烁，伸手抚摸过面料，好看。我嘴角勾起一抹笑。3个月后，北方建立起了一座新的幸存者基地，这里没有高耸的围墙，也没有严密的哨塔。大门敞开，基地的外围驻扎着一支特殊的军队，10万丧尸大军整齐划一，守卫着城市。而在城市的中心，有一座由废弃大楼改造的宫殿，宫殿顶层住着一位少女，她喜欢喝奶茶，每天都有最新鲜的牛奶和茶叶送到她面前。没人敢说她搞特殊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，只要她开心，这世界就是晴天；只要她皱眉，这就是地狱。沈队，外面有个新的幸存者团队想加入。老黑推门进来，领头的是个火系异能者，态度张狂，说要挑战你。沈慈正在给我剥葡萄，头也没抬。让他进来。我靠在沙发上，张嘴接住沈慈喂过来的葡萄。狂，我轻笑一声，希望他比雷教官耐玩一点。毕竟现在的我脾气可没以前那么好了。沈慈用湿巾擦净我的手指，动作细致的像是在擦拭稀世珍宝，随后转头对老黑道：带进来。沉重的金属门被推开，伴随着一阵嚣张的喧哗声。为首的男人穿着一身崭新的战术背心，手里把玩着一把猎刀，下巴抬得比天高。他身后跟着20几个跟班，个个神色倨傲，眼神里透着一股初来乍到的老子天下第一。这神情太熟悉了，就像3个月前的铁圣男，像每一个自以为掌握了力量就能挑战规则的蠢货。你就是沈慈。男人大步走到大厅中央，猎刀哐的一声劈在我的茶几上，震得上面的奶茶晃了晃。他无视了坐在沙发上的我，或者说他把我当成了沈慈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。听说这里不养闲人，我是 S 级火系异能者狂狮赵天霸，带了20个兄弟，我们要入驻核心区，要最好的物资，还要……他的目光终于落在我身上，带着令人作呕的黏腻和贪婪，舔了舔嘴唇。还要这个妞陪我们喝2杯。空气突然安静了，死一般的寂静。老黑站在旁边，用一种看死人的眼神看着赵天霸，甚至还同情地叹了口气。沈慈剥葡萄的手停住了，他缓缓抬起头，那双在这个末世里杀了无数丧尸的眼睛，此刻没有任何杀气，只有一种近乎悲悯的死寂。赵天霸是吗？沈慈站起身，挡在我面前，声音平静的可怕。你刚才说要谁陪你喝酒？怎么听不懂人话？赵天霸冷笑一声，手中的猎刀瞬间燃起熊熊烈火。一个靠女人上位的小白脸也配跟我呲牙？在这个基地，强者为尊，这女人细皮嫩肉的，跟着你这种躲在后面的废物，不如跟我。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了大厅的宁静，但不是沈慈出手，也不是老黑开枪，是赵天霸自己。他手里的猎刀突然像是烧红的烙铁一样融化，铁水顺着他的手腕流下，瞬间烫穿了他的手掌。我的手啊！赵天霸抱着手腕在地上打滚，火焰异能像是失控的野马，反而烧着了他自己的衣服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手里依然端着那杯奶茶，甚至连姿势都没变，只是我的瞳孔不知何时已经染上一层淡淡的金灰。沈慈，我轻声唤道，语气里带着一丝委屈和不满。他把桌子弄脏了，是我的错。沈慈甚至没有看地上的赵天霸一眼，只是迅速抽出一块洁白的手帕，仔细擦拭茶几上溅落的几滴铁水和灰尘，确认一尘不染后，他才退到一旁，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女王陛下，请随意。赵天霸的跟班们愣住了，他们看着在地上哀嚎的老大，又看着那个坐在丧尸王座上喝奶茶的少女，脑子一时转不过弯。老大，你怎么了？一个黄包小子冲上来想扶起赵天霸，随即转头恶狠狠地指着我。坏女人，你用了什么妖法？信不信老子一把火烧了你的宫殿？妖法？我放下奶茶杯，杯底磕在桌面上，发出清脆的哒一声，这声音不大，却像是重锤一样砸在每个人心口。我缓缓站起身，身上那件暗红色的哥特短裙无风自动，裙摆上的荆棘花纹仿佛活了过来，在空气中蜿蜒游走。你说的对，这个世界确实是强者为尊。我走到赵天霸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此时的赵天霸刚刚扑灭了手上的火，正一脸惊恐地看着我，因为他发现他引以为傲的 S 级火系异能，在这个少女面前就像是一根被掐灭的火柴，连一丝火星都冒不出来。你是什么东西？赵天霸颤抖着往后缩。东西？
我歪了歪头，露出一个甜美的、让人毛骨悚然的笑容。我是这里的规则。我伸出一根手指，轻轻点在赵天霸的眉心。既然你这么喜欢火，那就让你玩个够。精神链接，全域共享。下一秒，赵天霸的眼神瞬间呆滞，随即爆发出极致的恐惧。在他的精神世界里，他不再是强大的异能者，成千上万个被他欺凌过的弱者的怨恨，在他耳边绝望嚎叫。这种精神上的凌迟，比肉体上的疼痛要强烈10000倍。不要，别咬我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他的跟班们吓傻了，有人想要动手，却发现自己的身体根本动不了。不知何时，大厅的阴影里已经站满了各种畸变的丧尸。这就是现实。我看着在地上抽搐的赵天霸，语气淡漠。以前有人也跟你们一样，觉得只要够狠就能活下去。可惜他忘了问一句，在这个地狱里，谁才是阎王？我打了个响指，赵天霸的身体突然僵住，紧接着他的皮肤开始迅速灰败、硬化，长出尸斑。他的眼睛翻白，嘴角裂开到耳根，露出了尖锐的獠牙。几秒钟内，一个 S 级异能者变成了一只最低级的丧尸，而且是那种没有任何理智，只剩下进食欲望的怪物。接下来，惨叫声响彻大厅，随后又迅速归于沉寂。我转身走回沙发，有些嫌弃地看了一眼地上的血迹。沈慈，我想要新裙子了，这次我想要黑色的，像夜一样黑，上面要用金线绣满蔷薇。沈慈笑了，他站起身，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外面整齐列队的10万尸潮，以及远方地平线上正在汇聚的乌云。好，只要你喜欢，把这天遮起来都可以。窗外，一只飞鸟掠过天空，发出一声哀鸣。在这末世，神不再居住在天堂，神穿着黑色的裙子，喝着甜腻的奶茶，坐在尸山之上，微笑着俯瞰众生。所有人都是他裙摆下的臣民，亦或是他的玩具。